利润高不高？还行吧，基本上能达到80%的利润，基本上能够翻个倍这样子。老挝有3大支柱产业：第一，矿产；第二，农业；第三，旅游业。我们普通人一般能接触到的都是农业跟旅游业。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老挝的矿产资源。我身后那一堆就是铁矿。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修路的地方，然后去最上的堆铁矿的地方去看一下，看我运输这一块嘛。我刚来的时候，那是真的苦累，摩托车都没一台。到了我的第2天，坐到板车去赶集，因为我是我那个爷爷带我过来的嘛。然后他家有一个板车嘛，我就推着板车出去，推2公里的板车去摆地摊，而且老挝话也不懂，啥都不懂。当时怎么说呢？就会一个数字，简单的数字，别人拿个东西，拿那个袜子问一下，啊，这个多少钱？然后我也不懂，反正沟通也沟通不来，沟通不了。别人生意好，我生意差。坐在那里就像个爱傻子一样嘛。当时卖什么东西啊？卖五金百货啊、袜子啊、花锁啊这些啊，最多的是那个扳手起子，卖的最多的是袜子。像老挝这边的话，那时候还是那个茅草屋啊，那个木板房居多了，最多的就是木板房了。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睡的没睡的。我老婆跟我一起过来的时候，每天晚上跟我闹说要回去，说这个地方太苦了，没办法待下去，待不下去。我们2个回去随便找点事情做算了。我说回去能干嘛呢？是不是过都过来了，坚持一下嘛。这一坚持就是10年了。今年也是第10个年头。今年12年了吧？我是12年过来的嘛。现在护照都换了一次了嘛。护照那时候我们办护照的时候是10年的期限嘛，去大使馆换了一次了。当时是什么信念促使你在老挝坚持下去的？唉，说白了还是没钱，穷啊那时候。回去也没事情做嘛，除了打工就是打工嘛。当时想的就是来老挝这边来，挣到钱不回去了，那就待在这边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每天就劝我老婆，我说没事嘛，坚持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坚持一下，到后面会慢慢好起来的嘛。这边呢，怎么说呢？也感谢很多老挝人。实际上我们过来的时候，老挝人对我们真的是很好，没有说什么像国内那种看不起啊，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啊，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事情。这种苦日子过了多久？过了5年吧，应该是有5年。那个后来自己用那个店子开了嘛，刚开店的时候一点生意都没有。我当时我跟我老婆聊天，我说前面3年我们就装了个女儿，但女儿是在老挝这边生的。那时候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女儿让我们坚持下去。想着还这么小，带不回去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交通特别不方便，去一趟万象的话可能都很难得去一次。当时摆地摊利润高不高？还行吧，基本上能达到80%的利润，基本上能够翻个倍这样子。若不是没有这个利润的话，早就回去了。想着这个生意还可以吧，没有国内那么卷。因为我也是在国内创业失败才到老挝来的，那时候国内创业的话也亏了不少。当时来到老挝第一印象是什么样？穷，大，路也烂。从摩丁一直进来的话，反正路上没有看到几个好房子，90%以上的都是那种用竹子编的那种房子，比我们国内80年的可能那时候还更加落后。你当初学老挝话花了多久时间？没多久，我大概是花了有1年吧，一年时间这样子。当时我摆地摊摆了半年的话，我就去开店了嘛。我开店那个地方呢，前10公里后10公里都没有中国人，就我们2口子在那里，你只能跟老挝人聊天啊。所以说学得快，不然的话你跟谁说呢？那时候电视也没有，电视也少，逼出来的，全都是逼出来的，没办法，就是这样逼出来的。之前开始说老挝话也不大会说，然后呢生意也不怎么样，都不是说看着哎呀一天还能赚到100来块，哎那么难嘛，是不是？一天还能赚到100来块嘛，至少不会亏嘛。当时想的就是怎么说呢？想的就是反正在这边不管做啥不会亏本，还能赚一点，那就能生存下来了嘛。要求不高。对，要求不高，要求真不高。你在老挝这边做了很多行业吗？我做的就比较多了，我卖过水泥，做过钢材，现在搞运输，做棚，最近在修路，什么都涉猎一点，什么都做一点，什么都弄一点，做得很杂，比较杂。疫情的时候我不是做了3年的钢材嘛？做钢材在老挝赚钱吗？你说不赚钱呢，它一赚钱；你说赚钱呢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以前老挝运输不发达的话，那是暴利；但是现在的话，运输比较成熟了嘛。以前老挝路不好的时候，你做建材是非常赚钱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交通很方便，它进来容易很多了嘛，就没有以前那么难了嘛。实际上做运输也难的，
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车也着急，做啥都着急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做什么都能慢慢好起来，不像国内那么难那么卷。只要你能沉下心慢慢做，只要你看着那个事情你能一直做下去，不要说做一点点你半途而废啦，那就做不了。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嘛，最开始的话时候是最难的嘛。你要说做一点点事情，你想着退缩，哎呀这个太难了，怎么是做不了？那我跟你讲，那就肯定是做不下去的。很多人来老挝就想着来这里搞2年，挣一辈子花的钱。有这种机会。很多人来老挝就想着来这里搞2年，挣一辈子花的钱。有这种机会，但是你没有人脉，你在老挝这边，你刚开始来的，你没有这个人脉的话，你想都不用去想。除非什么说呢？除非那个歪门邪道那种啊，那是差不多。正经过来做事情的，想都不用想。你刚来了，你啥都不懂，啥人也不认识，是不是？你说一下想着，哎呀，我做1年比别人多少年？老挝最先开始川矿的时候淘金嘛，淘沙金嘛，当时好多人想着，哎呀，老挝的金子遍地是黄金，随随便便淘一下，沾洗一下就是金子。这个确实是有的。他们说川矿每条河里面都有黄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你每条河里你都可以过去看一下，不要说河里面、山里面，它都是有的。它这个地质很好嘛，只是说含金量高不高的问题。在老挝做生意跟在中国做生意，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在老挝做生意的话，没有竞争对手，真的。为什么？打比方说，我们开的是5金店嘛，为什么我们湖南的那么多人在老挝这边开这个店呢？他们老挝人他们不懂啊，他们不会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东西他们本国是不生产的，然后从外面进来的，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弄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去昆明那边去进货，进完货之后到老挝这边来，然后报关这些一系列的东西搬下来，那时候很难的。你出去进一次货的话，可能也就带个3、5万这个样子去昆明进一次货，然后呢自己租一台车10几个人，然后找那个保险公司给你包进来。那时候一车货进来特别难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啊，带了个2万多块钱嘛，就出去进货去了。这里进一点，那里进一点，就大部分90%以上的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基本上都是做5金起家的，因为5金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内便宜嘛，然后到老挝这边的中国货特别受欢迎嘛，价格实惠嘛。难怪很多人说我们湖南人在这边做5金模配最多的。应该是说做5金最多的，模配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门槛的。 5金没有门槛，5金门槛最低，只要你勤快就能卖得出去。对啊，只要你勤快。打比方说你们有事没事你骑个摩托车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个摩托车都是改装的嘛，上面都带了这个架子嘛，也可以带几包货嘛。早上你5、6点钟起来，在里面排一下，在摩托一早上也能赚个2、300了。所以说在这边只要你勤快，绝对饿不死，而且那时候消费特别低。那时候买只鸡多少钱？那时候买只鸡的话也就几块钱吧，人民币几块钱。当时买过最便宜的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这边一个猪头8块钱，一整只猪头8块钱。那时候的物价比现在的物价至少低了有2倍左右。现在老挝的物价就慢慢上涨，物价涨得通货膨胀特别厉害，而且通货一膨胀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是不好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它物价一膨胀，你的利润相对来说就至少减少了30%，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，除非是说跟我们国内卖人民币的那就好一点，那就没有什么区别影响。但是大部分人我们毕竟面对的是老挝这个市场嘛，你不是说面对我们中国市场嘛？这老挝的路在10几年是不是变化很大呀？这边的路的话，老挝政府实际上也下了力气了，现在基本上能保证每个村子都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嘛，而且基本上也铺了油路了。像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没有路的。第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是到个大山，隔个3、4个月，你再过去的时候，他可能就把路修通了。实际上，老挝政府在这一块还是下了力气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老挝财政没钱。老挝是一个国穷民富的国家。怎么说呢？人民生活幸福指数高嘛。打比方说，像平常的时候，一个人哈加上2、3个朋友，喝个2瓶啤酒，他们觉得很开心啊，比我们中国人开心的多啊。再一个就是他没有压力嘛，没有丈母娘的压力嘛。我们国内丈母娘是要有彩礼的嘛，他这边要不要无所谓啊。尤其是苗族，基本上怎么说呢？没有说男孩子娶不到老婆的，这边没有。你在老挝创业这么久，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在老挝这边创业最难的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，疫情第2年是最难，感觉特别迷茫，没有事情做。那时候我是做水泥代理嘛，水泥也卖不出去，厂里面的议价任务
任务量达不成呢，他宁愿要车代理。那时候最主要是没有迹象，就是拿着老本在花嘛。疫情的时候呢，老婆因为身体原因嘛不好嘛，回国了嘛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，60人到中年了嘛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哪里都要花，所以说那时候是最难的，就是今年刚开始修。就这条从矿山上面下来的这条路，为了下个月雨季好走一点。对，拉少一点可以走嘛，至少有矿下来，源源不断嘛。这条路我们花费代价特别大了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这句话确实是没有说错一点点。这种路的话，对于矿车来说啊，还是比较好的了，比较友好的。对，到前面的话你看一下，可能27公里路跑了3个小时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概念了。这个路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可以吧？我抓不稳了。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好的。这边的话还有那个客运班车走的，这车可以走这里路啊？对，马原那边过来的话要将近2个小时吧。从沙洲本会啊过来的话，到川关这边来的话，也要将近1个多小时。这样开回小菜的不着急，我估计国内以前都没这个路。对，好像是好秃了。我们国内年车到货可以装到49吨嘛，但是他这边的话是给你给到43.2吨，少了7吨货。我估计国内以前都没这个路。对，好像是好秃了，腿摇得晃。在国内有那些越野爱好者，就是玩极限越野的，你可以来这边挑战一下。这是我来老挝，我自认为我走过烂路的人，我是长眼开见识了。我给你看一下前面，这个是还是我们维修过一次之后的，没维修之前的话，比这里还烂。那基本上就是大人现在可能你车子掉进去开不出来那一种。所以说赚钱没有一件事情赚钱是容易的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赚的都是辛苦钱啊。表面上看着大家看着都风光啊。哦，前面这个就是我们拉矿的车嘛。就这个。对。这条线所有的这种车子全部是给我们拉矿的。现在下了点雨嘛，可能路上泥巴冲了一点，不然平常的话灰尘还更大一点。能见度不足10米。这个是小儿科的。这个还是小儿科啊？这个是小儿科。我们现在过去的那个路上，前面还有27公里，差不多40公里左右吧，都是这种，比这种更难。甚至连我这个车，我跟你讲，过不去。那不现在也要修？都在修嘛，准备把这一条整条路全部修了嘛。来看一下嘛，这就是我们的堆场嘛。这是什么矿？铁矿嘛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铁矿长啥样的。它一般很多人你不说的话，以为是煤炭。它挖出来也是一坨一坨的，还是挖出来直接是那种沙子一样的？挖出来是很大很大一坨的那种，有的几吨重，有的10几吨重的都有，甚至都是很大的那种。但是现在的话品位不高，所以说要磨嘛，磨好了之后把那个品位给提上来嘛。现在从沙上挖出来的话，可能也就是55、58左右嘛。然后它经过磨一下之后，把那个好的提出来之后，品位提高了之后就好卖嘛，不然的话卖不上价格嘛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们所用的铁就是用这东西提炼出来的。对。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看着很轻，和石子一样，但是这个东西很重，特别的重。它沙子一样的，没有空隙。对。你们就负责把这个东西拉出去。对，我们就负责中途运输嘛，从佛山湾运到琅勃拉邦去嘛，2个堆场之间来回跑。现在手里面有多少个车啊？差不多200台吧。最开始的时候10几台车子给我拉，到后面慢慢坐上来之后，就说车子一下多起来了嘛。你看这一堆嘛，这一小堆，这个铁矿的品位特别高，看着像那个土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品位特别的高。现在没多少了，只有一点。
现在铁矿的价格是不是降了一点呢？今年年初到现在降的太多了，降的特别厉害，所以说现在大部分的贸易商都做不动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嘛，这个拿一下嘛，特别的重，比普通的石头重的重多了。这是生活的必需品，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东西。你们这一矿主要是拿到云南去？拿到钢厂嘛，直接到钢厂里面，玉溪啊、仙湖啊，仙湖钢厂嘛，仙湖卖的最多。这一个车能装多少？一般的话，这种车的话可以装60。我们国内原车的货可以装到49吨嘛，但是他这边的话是给你给到43.2吨，少了7吨货，相当于怎么说呢？少了7吨的运费嘛，算下来的成本什么都很高。你看车子又来了嘛？你还有这水平？一般的家常菜我还是会搞的吧。你的煎锅的样子可以啊。验过体验的，开玩笑。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不会弄怎么搞呢？天天吃饭店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来，走吃饭，随便简单搞了几个菜。简单搞了几个菜。我们方便一起拍个照吗？可以啊。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